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218.89， 收盘价是 231.26，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31.33， 最低价是在 218.0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并且也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2.049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5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仍然处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呢，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然后在250日均线值这个位置是遇到了支撑，然后呢，股价是一路向上。那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高位，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并且呢，当日的成交量我们也会看到是抱有大的成交量，对，那么下方留有一个缺口，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这根 K 线它是一根强势上涨的 K 线，那后面呢，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涨，或者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股价如果继续上涨的目标呢，从 K 线信息来看，就是前高，也就是在对于目前股价的前高是2023年12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65，也就是这样一波的上涨，它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前高的。我们指的是目标，不一定股价是目标一定是265，但并不代表股价一定会到达这个位置。好，那么这是我们说股价出现这样一根 K 线将会有进一步的上涨。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K 线，就是 K 线组合方面的信息。我们之前说过，在6月25日到6月27日，这是如果把这3根绿 K 合并，它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加上这根星线6月28日的这根小红 K 线和7月1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形成了一星二阳的一个 K 线组合的架构。这样的 K 线组合的架构呢，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上涨的动能，那在日后一定股价会继续上涨，或至少有新高的出现。那么到了7月2日，我们会看到继续生成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这样一来，这个一星二阳的 K 线组合架构继续在维持。那也就是说，日后呢，就是这个架构依然在增强，那么日后呢，股价将会继续有上涨的可能。好，那么当然我们如果再延续去说，如果比如说7月1日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现在7月2日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如果到了7月3日继续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实体中绿 K 线或者长绿 K 线，那么我们说将会生成新的叫连三绿的 K 线组合架构，它也是一个上涨动能的 K 线组合，对，也将会推动股价继续上行。
对，所以我们来看看后面一个交易日股价的一个走势。好，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上行。那我们说目前股价，尤其是在7月2日出现了这样一根这个大幅上涨的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并留下了一个缺口。那么股价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呢？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虽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啊，但是呢，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推动呢，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因为出现这样大的成交量呢，一定是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是有一部分空单会被回补的，所以这个成交量实际上是有一部分是空单回补的成交量，并不是这当然有多头力量推动去这个瓦解这个空头的力量，对。那么出现这样一个上涨呢，股价如果在次日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档。那目前股价的位置如果出现回档，我们说只要不跌破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18，甚至是这个缺口的下沿，也就是213，不跌破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这样一个涨势会继续上行。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215。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07附近。那实际在7月2日收盘价是在231.26，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涨这个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同时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我们说和我们预测的方向当然是一致的，并且性质相同。性质相同我们指的是这个收盘价都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因为出现增量的K 线，然后收盘价站上前高，那么将会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对，所以我们说231和我们预测的215呢，它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站上了前高。那么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呢，就是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在之前预测是到215附近我们认为在这个趋势线这个地方下行的这个趋势线呢会遇到压力。但是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呢，是突破了这条趋势线。对。那这条趋势线我们之前在视讯当中说过，这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两个低点建立的下行趋势线，也是最后一条趋势线。那在之前有多次股价出现反弹上涨，都是到这个趋势线而出现了折返向下。所以我们在之前预测的时候，很可能股价会在这个地方遇压，但是现在突破它。那突破它呢，我们还需要确认，也就是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是否能够停留在这条趋势线的上方。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认股价是真正的站上了这条趋势线。那么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如果被站上或者被瓦解，那我们说呢，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涨的一个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预测的一个回顾和这个确认。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就是股价都将会有进一步上行的可能，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7月3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不变，依然是265。那么在到达265之前
我们说从231，一直到265这个区域，每一个点位都是股价上行过程当中的强压力。对，因为目前股价要继续上行的目标啊，一定是要这个收复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个跌幅。对，所以说股价现在的目标一定是它。那在上行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会遇到空头的力量而出现回档或者说是反转向下。所以我们说每一个点位都是强压力。好，那么如果265被站上，第二个目标当然就是300关口。我们说265如果被站上啊，实际上就是瓦解了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一旦站上这个位置，空头趋势被瓦解呢，那么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299，对，也就是这个位置是第二个目标是在299这个位置。对，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呢，其实我们从中长期更长期来看，那么也就是说将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因为上方我们会看到是有头高的，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下方有底高，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区间股价是跌破了前低。对，那么目前呢，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299，那下方我们会看到有底高，上方再有头高，那么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将会被恢复。对，所以我们说一旦站上265，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99。那这个位置站上之后呢，当然接下来就是314，是这个位置，将会收复自2022年9月21日以来的这个下跌。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的下行呢，我们说刚刚我们说过，这条下行的最后一条趋势线，也就是1号趋势线呢，如果股价能够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依然在它的上方，那我们说将会被确认。那其实股价目前回档，除了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说的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还有这个缺口的下沿是支撑，那么这条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的焦点也将会成为支撑。也就是说，股价现在目前下行的目标依然是177，这是一根齐涨的 K 线。那么在到达它之前，这条趋势线是强支撑。然后呢，当然各条均线值，尤其是5日均线值也是一个强支撑，还有这个缺口的下沿，当然还有这根7月1日这根绿 K 的下沿，正好是在200关口这个附近。所以我们说这3个位置，趋势线和 K 线的焦点，5日均线值还有200关口，将是股价目前回档的强支撑。对，那么当然如果股价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档，20日均线值也是强支撑。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在到达177之前的支撑。177如果被跌破呢，那么下方第二个目标就是168。对，好，那当然接下来就是139。好的，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分析说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在7月3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K 线的实体的上沿，在它的上方运行的股价会收高。然后呢，到了7月3日在盘中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实体部分的1/3这个位置。
在228附近，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228。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也就是通常情况下，实体长绿 K 线或者说是实体长红 K 线大的实体它的1/2和上1/3和下1/3这3个位置呢，都是压力位或者是支撑位。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么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我们说在228这个位置，上1/3这个位置，甚至是50%这个位置，225这个位置，都是股价回档的强支撑。也就是股价如果回档不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走势，继续上行。所以在7月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228。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行，或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但是如果在盘中股价是在228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深度的回档。对，好，这是我们关注228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35%的多头仓位，我们分别是在6月12日的收盘价5%进场，6月17日、6月26日和7月1日这3根 K 线的收盘价都做了10%的加仓。那么我们这35%的仓位目前的成本价是在195附近。那么我们在前一期视讯，我们给出股价的停利的位置是在202，也就是跌破202应该是停利出场。我们给的止损位置呢是在185，也就是股价如果跌破185呢，将要止损出场。那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上涨的走势啊，没有到达止损的位置。那到了7月2日，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行，所以这个仓位我们目前是依然持有的。那到了7月2日收盘价这个231.26这个位置，现在我们在做这期视讯的时候是盘后的是夜盘的时间，是目前的股价是在230.30这个位置。那在这个位置对于我们目前的仓位在技术上我们是要继续加仓的，但是我们这一次继续加仓呢是加仓5%，而不是10%，因为在这样一个大幅上涨的高位呢，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加仓过重呢，一旦出现回档，尤其跌破了5日均线值，会减少利润。对，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要5%加仓，这样一来我们通过5次加仓，股价是目前的这个仓位是到达了40%。那么40%这40%加仓之后，成本价我们测算是在200附近。对，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仓位，到了7月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因为成本在200，目前的股价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要给出一个停利的位置，也就是守5日均线值。停利的位置，5日均线值在7月3日是在212到215之间，所以停利的位置我们守212。对，也就是股价如果回档跌破了5日均线值，我们要停止利润的损失而出场。对，那么假如在日后股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说我们想继续持有，等待日后回档后加仓，或者想长期持有特斯拉股票呢，那我们还可以守止损位。止损位呢，我们守20日均线值，例如在7月3日是到达了190这个位置。好，
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一个描述。那么如果之前一直没有进场，我们说啊，在我们每一期视讯当中都会有对这个多头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如果我们开始建仓之后都是加仓，那么加仓的目标我们是首先加到全仓，全仓我们指的是50%的仓位。那50%的仓位被加到50%之后，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加满仓，也就是加到100%。对，所以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加仓到全仓50%。那么我们在每一次描述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时候，每一次加仓的位置又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例如，如果在之前一直没有仓位，那么到了7月2日收盘价231.30这个位置是可以进场的，因为我们在这也加仓了。那在这个地方初次建仓呢，我们要5%进场，然后止损要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守218。这是我们给这个仓位进场的例子。假如比如说，如果在7月1日收盘价，我们前一期视频也提到过，在这个位置如果是5%已经建仓了，那么到了7月2日这个位置，我们说刚刚我们给的就是建议是在这个地方5%，然后继续加仓，那这样就有10%了。那么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仓位呢，我们守的止损位，我们可以依然守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200，或者我们守这个212，也就是说5日均线值。对，因为在这个位置5%建仓，然后在231%加仓呢，那我们说目前的成本价应该是在220附近。对，那么也就是目前还是获利的位置，那我们可以守这个5日均线值作为止损，或者守这根绿 K 的最低，继续守它。好，说的有点啰嗦，不好意思。好，那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好，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目前无论在哪个位置，因为它是一个多头上涨的一个趋势，目前无论我们在哪个位置进场，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守5日均线值，止损的位置我们守20日均线值，这样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参考。当然也可以跟踪我们的视讯，我们将会在视讯当中每一次都会拿出时间，从头开始描述我们一直持有的这个仓位。对，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说空头。空头，目前它的目标就是下方的，我们说212，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下沿，那我们包括这个缺口，也就是在这个位置，这是空头的目标。当然还有下方的这根绿 K 的最低200关口，这是目前空头的2个目标。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呢，我们说我们刚刚提了，从231一直到265，这都是多头的上方都是多头的强压力，所以我们可以说空头在这个地方仍然会有进入布局，然后呢目标是跌破这根也就是7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00关口这个位置，这是空头的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7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我们要给出一个中间值，我们要给出一个叫241。241，我们来看看是哪个位置。
那我们会看到是241呢，我们取的是2024年1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为什么要取这个位置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股价在下行过程当中，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幅的反弹之后，重新开启了下行。所以对于目前股价上行，我们一级一级来看，就是一定要收复这个起跌的 K 线的最高点，也就是我们取的1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41，这是目前股价上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应该相对于其他的点位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对，好，那因此我们这是解释为什么取241。241之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265，然后上方我们继续给出压力位是这个缺口是281到290，然后第四个压力位是299，实际上就是300关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在220，第二个支撑呢，是这个缺口，是213到218，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就是在这个缺口范围内，但是5日均线值是从212到215。好，那第三个支撑位就是200关口，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它也是这根绿 K 的最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位，就是这根星线的最低在195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我们认为股价仍然会有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2，上方最高会到达241，对，收盘价会收在239附近。那出现这样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2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也就是我们预测的这个继续上涨啊，我们认为仍然在这个地方会留有一个缺口，然后收在这个241下方一点。对，好，那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当然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34，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23，然后收盘会收在226附近。对，那出现这样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对，那么出现这样的回档，我们认为会有新高的出现，然后呢，收盘价我们认为会收在我们给的这个观察线的附近。对，当然我们给出2个可能啊，一个是会继续上涨，另外一个是回档。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红 K 线或者小绿 K 线出现一个平盘的走势，也就是休息的 K 线，我们也不排除这样的一个可能。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